在自首前，他在家里玩了一夜的王者荣耀。期间，他走出家门，把死者的手机、身份证等私人物品扔到了附近的河沟里，而不是垃圾桶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英吉档案，我是英吉。2020年发生了多起女性被害案件，在唾弃杀人凶手草菅人命的时候，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更应该让自己警醒。但并不是不去相信爱情，不相信婚姻，而是在凶手的杀人动机之下，在他们行凶之前，我们有没有可能及早的发现潜在的危机呢？今天我要讲的是近几年轰动一时的杀妻案。这个案件中，凶手表现出的反社会和其他危险人格都在生活中有所展示。这个事件就是上海杀妻冰柜藏尸案。2017年2月1日，朱晓东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市虹口区的公安分局自首。他杀了自己的妻子。警方根据他的交代，来到虹口区商业一村28号楼，打开了404室。这是一个35平的小户型，阳台上的大冰柜显得与室内的一切格格不入。果然，在里面藏着一具已经遇害105天的女性尸体，死者正是朱晓东的妻子杨某。她蜷缩着被包裹在被套里，塞进零下10几度的冰柜，上面被一个薄板盖着，薄板上散落着少量冷冻食品。在她遇害的这105天里，朱晓东一直制造着她还活着的假象，用微信与她的家人保持联络，而他自己纵情享乐，和别人飞往韩国旅行，用妻子的名义贷款近20万元，用妻子的身份证与多名女性开房。杨某父亲60岁生日这一天，也是他将自己的末日延长了105天后自首。朱晓东生于1987年，是上海本地人。95年，8岁的他和父母一起搬进了上海虹口区商业一村的28号楼。这是一栋5层小楼，始建于上世纪50、60年代。搬进来2年后，父母离异，父亲搬走，母子2人一直居住在这个房子里。初二那年，朱晓东参与团伙抢劫，被警察当场抓住，后续如何处置不得而知。他初中时期非常的胖，毕业后开始减肥，瘦下来以后颜值开始提升，五官俊美，干干净净，变成了现代人口中的小鲜肉。他进入上海市某中专院校，19岁便离开校园，踏入社会，到商场里工作。2007年，刚满20岁的朱晓东不甘平庸，报名参加了上海东方卫视唱歌类选秀节目《我型我秀》。虽然凭借优质的外表收到了一些关注，但是没有经历过任何歌唱表演训练的他，很快就被淘汰。《我型我秀》没能给他一个舞台，但娱乐圈中物欲横流却让他打开了眼界，也让他失去了自我的定位。他不再满足于平庸的生活，频繁地更换工作，收入不高，却十分在意生活的品质，吃穿讲究，经常出入酒吧。这时候开始就频繁周旋于多名女性之间，还染上了赌球的习惯。2012年的一次聚会上，25岁的朱晓东主动上前搭讪了一位漂亮的女生，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杨某。虽然两人同龄，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杨某同样是上海本地人，但相比于朱晓东的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，他就职于某中学的小学部，任职语文老师，读书工作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。单纯善良的杨某对朱晓东还是产生了一些好感。以朱晓东敏锐的嗅觉、付出型人格的杨某对他来说非常容易控制。杨某不知道这个外表干净的奶油小生此时已经有女朋友，他的小臂内侧就有一个纹身 Red and A Endless Love， Red 和 A 永远的爱。 Red 是朱晓东的英文名， A 是他的女朋友。2012年1月17日是他们相识的时间。不知情的杨某与他经历了一段暧昧期，可没过多久，朱晓东却突然消失了，是没有任何预兆的消失。直到2013年，时隔1年之后，他再次出现在杨某面前。当杨某问及原因，他说自己离开是因为检查出脑瘤，九死一生，就独身前往西藏，住在雪山脚下修身养性，直到发生了医学奇迹，脑瘤不见了。完全康复后，决定鼓起勇气回到他身边，正式展开追求。杨某是出于怎样的想法相信了这些说辞，并且对此释怀，已经不得而知。但是他和朋友说起这件事，总会展露出对朱晓东的一脸崇拜。可是这背后的真实原因呢？朱晓东确实去了西藏，但是和 A 一起去的，旅程的费用大概10万元，不知道是谁出的钱。
中途不知什么原因，朱晓东曾打算二人一起自杀，但是后来在 A 的及时制止下没有出事。2013年6月，他与 A 参加了一次聚会，还保持着情侣的关系。可是4个月之后的10月份，他就与杨某建立了恋爱的关系。但女生一直没有告诉家人，因为她几乎不和父母分享自己的工作生活，在微信的朋友圈也会偶尔屏蔽自己的家人。直到1年后，两人一起去参加朋友的婚礼，杨某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。这一次，他选择了彻底的公开，没有屏蔽家人。照片中，杨某挽着西装笔挺的朱晓东。杨某告诉父母，他对自己很好，会给自己做饭，干净孝顺，这些也得到了朋友们的证实。二人在外总是牵着手，朱晓东在生活上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几个月后，朱晓东也穿着正装，陪着 A 出席了另外一场婚礼。说明长达1年的时间中，他至少在这2名女性之间徘徊。后来据说因为 A 家里的强烈反对，他们才被迫分手。最终，朱晓东选择了杨某。杨某在发现他的纹身后，屡次提出让他去洗掉，但是朱晓东一直没有答应。在这1年，朱晓东还多了一项饲养冷血动物的爱好，蜥蜴、蛇、蜘蛛等被饲养在家中不同温度、湿度的玻璃箱中。这些动物都以老鼠为食，所以他又开辟出一片区域专门养老鼠。2015年春节，杨某第一次将朱晓东带回家，此时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每次朱晓东见到长辈都不太说话，长久以来都是问一句答一句，似乎很不喜欢与女方的家人过多的交流。两人得闲就钻到房间里待着。双方的家庭也因为二人的婚事相聚过几次，朱晓东在这种场合都寡言少语。但有一次谈到朱晓东去世的爷爷，他突然拿起一杯啤酒，仰头就一口干掉，还哭了起来，说爷爷去世的时候有东西留给他，可他一直没有拿到。明白人都知道他在说爷爷的遗产，这让双方的家人气氛一度很尴尬。两人领证前夕的家庭聚会上，朱晓东当着杨家亲朋好友的面说，杨某我老喜欢了，其他人不可以骂他，他爸妈也不能骂，只有我可以骂。那可能是想表达自己很护着老婆，但是听着就是那么让在座的家人心里很不舒服。不过只要2个年轻人感情好，其他也就无所谓了。可这背后是朱晓东对于杨某极强的控制欲的展现。杨某在外有什么活动，朱晓东一定会跟着，甚至一度卸载了他手机上的微信软件，会很敏感他与异性或者自己不了解的人接触。2015年2月，杨某在微博上写道，前几天微信删了，找我就短信或者是电话，女性随时 OK， 男性有被删除的风险。在未来的48小时，微博也要战败了，开始陆续删人，这不是演习，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两人又经过将近1年的磨合，2015年12月31日，他们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。半年后的16年5月28日，男方父母出钱在一个酒店办了7桌酒席，只宴请了双方的亲属。考虑到朱晓东家的经济条件，女方省去了婚纱、车队迎亲和所有的婚庆策划。在那一天，他穿一件白色蕾丝上衣和破洞牛仔裤出席自己的结婚喜宴。相比之下，朱晓东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梳着大背头，头油反射着灯光，显得一丝不苟。有客人夸朱晓东腔调好，他的母亲应和着说，我儿子从小就卖相好的呀。婚宴之后，二人又在外面单独宴请朋友吃饭。朱晓东多喝了几杯，被人搀扶着离开。在电梯中无缘无故对着一对陌生情侣就开喷3字经国骂，后被朋友平息。出了电梯又开始骂身边的朋友。就在这样的闹剧中过完了大喜之日。而两人的新房就是此前20年间朱晓东母子一直居住的这一套。母亲搬出去，杨某搬进来，30多平米的房子，包括一间10几平的卧室和一个小阳台，门口对着厨房，没有客厅，一条黑毛杂种牧羊犬，一只小仓鼠，外加一群冷血动物。两人就在这里开启了自己的婚后生活，但在外人看来恩爱的新婚小夫妻，背后却是暗流涌动。杨某工资外加补课，每月能赚到1万元左右。朱晓东在商场做某专柜的陈列员，每月工资5000，日子过得并不算拮据。可杨某对朱晓东言听计从，帮他还赌债和欠款。杨某会攒几个月的工资给他买一块5000多元的手表，而他送给自己的一支润唇膏或者一只手机壳，都能让自己高兴很久。朱晓东要求他删掉微信里的所有异性朋友，被限制外出。杨某认为这是朱晓东爱他、在乎他的表现。可在感情上，朱晓东却并不检点。
二人婚后不久，杨某就发现他和其他女人有暧昧的关系，两人大吵一架。事后，朱晓东在一张黄色的纸板上用潦草的字迹写下一份保证书，保证只有你一人，保证再也不和别人发信息，不会和别人联系，手机每天都可以给你看，手机记录随时可以拉。纸板的左下角还有一行小字：如果有烧炭，在家里一起死。可是保证书没有什么作用，没过多久，朱晓东又出轨，开始和别的女人搞起暧昧。他假装未婚，分别和2个女孩建立恋爱的关系。此时的杨某并不知情。2016年8月25日，两人因为偿还欠款与贷款装修的问题，让一直都潜在的矛盾迎来了爆发。根据朱晓东单方面陈述说，二人去民政局办理离婚，女方在民政局以死相逼，手续没有办完，两人就回了家。3天过后，2016年8月28日凌晨2点左右，朱晓东在网上订购了一批书籍，其中一本名为《死亡解剖台》，书中有把死者尸体冷冻以破坏证据的犯罪桥段。在9月初，朱晓东突然告诉杨某，他将升职去香港工作，月薪从5000涨到了2万元，希望妻子放弃工作，两人一起去香港。杨某同意了。9月4日，一直不愿意清洗纹身的朱晓东带着妻子到某工作室，用了一个美杜莎的形象覆盖了原纹身。杨某则在左肩上纹了一对翅膀。当天晚上发微博：30了，过得还算循规蹈矩，也没做过什么重大的抉择，越大越害怕改变，希望之后一切安好。9月14日，他和朱晓东一起到学校，在所有人都非常诧异的情况下提交了辞职申请。朱晓东和校长详细说明了辞职的原因是跟着自己去香港生活，但是他自己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，根本就没有升职加薪去香港的事情。非但如此，他还在妻子提交申请6天后，也就是9月20日，悄悄地辞去了工作。2天后，朱晓东在网上订购的202升容量的冰柜到货。他说，因为蜥蜴和蛇需要靠喂老鼠来饲养，要买活的老鼠冷冻，所以才买了冰柜并放在阳台。他还给妻子购买了一部新的 iPhone 7 Plus 手机。这期间，杨某在朋友圈发文：最近在办理离职，老公对我各种好，我有点恐慌。吃了顿大餐，然后问我要不要买衣服，黑人问号。但他这一条朋友圈屏蔽了所有的家人。在那一段时间里，杨某沉浸在丈夫对自己的付出、对慢慢接近的危险毫无察觉。对于杨某的家人来说，女儿从来没有提起过婚后的生活如何，也从未说过两人之间发生了争吵，更没有提过离婚2字。家人最后一次见到杨某是2016年10月14日，他回家给母亲带了一双运动鞋，二人没有留下来吃饭，便匆匆离去。这一天，杨某交接完所有工作，正式离职。他依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。第2天，两人就一起到杭州旅游。据朱晓东的单方面陈述说，旅行并不愉快，因为自己没有订到满意的酒店，导致杨某很不高兴。这件事情带来的后果就是2个人杭州的行程缩短，只在杭州待了1天就回到上海。可回程又没买到高铁票，只买到了普通的车票。杨某又不高兴了，二人又吵了一架。最后回到家里，他一直在安抚杨某的情绪，直到第2天10月17日的早上，杨某还没起床就又在抱怨。这让朱晓东的心里很不爽，后来变成直接抓狂。他左脚跨在床上，双手掐住杨某的脖子，就是想让他不要再唠叨。就那么一直掐着，亲眼看着妻子脸色变白，嘴唇变紫，最后窒息死亡。朱晓东回忆，这段时间大概有5分钟，他又在旁边观察了3个小时，确认他已经死亡后，把他包裹进被套，拖到阳台，塞进了那个新买的冰柜。同日上午10点40左右，朱晓东将妻子银行卡上的44000元转入到了自己的银行卡中，还透支了他的信用卡，以双方的名义迅速贷款将近20万。清理完现场，朱晓东抓紧时间享受起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。他购买大量的壮阳药物和补品，用妻子的身份证与多名女性在5星级酒店开房。杨某遇害后的1个星期，朱晓东便带着其他女人去了韩国旅行，之后还去了海南、南京等地旅游消遣。他在网上购买了一个摄像探头，正对阳台上的冰柜，只要任何人在靠近冰柜的区域活动，摄像头就会给朱晓东的手机报警。为了隐瞒杨某已经死亡，朱晓东以他的名义在社交软件发布消息，以他的口吻与朋友家人交谈，造成辞职后仍然忙碌的假象。
每当有人给杨某的手机打电话或发起语音聊天，他都以电话听筒坏了、忙碌、不方便为由拒接，改用文字联系。也利用了杨某与家人不经常联系以及家人都放心的特点，没有引起过多的怀疑。在家的时候，他正常出门遛狗，和邻居打招呼。这一段时间，朱晓东的私欲得到了满足。2016年12月29日，他在江苏无锡发朋友圈：“人生若只是初见”，以及一句“无锡真好”。晚上的时候定位某酒吧，一张光速的照片，一杯鸡尾酒，配文是一个蜡烛的符号。直到2017年1月31日，杨某父亲60岁大寿的前一天，朱晓东在蒙骗了杨家人很久以后，知道这一次已经无法再隐瞒过去，决定投案自首。在自首前，他在家里玩了一夜的王者荣耀。期间，他走出家门，把死者的手机、身份证等私人物品扔到了附近的河沟里，而不是垃圾桶。第二天才将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父母。这一天，杨某父亲的生日宴，全家人都在等着两人的出现。后来得知，朱晓东已经在父母的陪同下向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自首。女孩的遗体已经在零下10几度的冰柜里冷冻了3个多月。朱晓东在法庭最后陈述中说，2016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，对不起杨某，对不起他的岳父母。如果可以，愿意用他的生命换回妻子的生命，愿意接受一切的法律制裁。2018年8月23日，上海二中院对该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，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朱晓东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朱晓东不服，提出上诉。2019年7月5日，经上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，裁定核准对朱晓东的死刑判决，维持原判。2020年6月4日，杀人犯朱晓东被执行死刑。世上有2样东西不可直视，一是太阳，二是人心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对2017年遇害的女性做了统计，这一年中，全球大约有8.7万女性被害，其中58%，也就是5万人左右，都是被伴侣或者是家庭成员所杀。平均一下，每天都有约137名女性被身边最亲近的人杀害，凶手大多数都是情侣或是丈夫，死亡地点大多为自己的家里。对这些遇害的女性来说，家反而成为了最危险的地方，亲近的人反而可能是最容易伤害她的人。我并不是想要宣扬某种基调，爱情和婚姻不是原罪，问题的根本是在于，有些人本身就是带着危险的属性，或许